你明码标价一个包子1万块，众人都认为你肯定是想钱想疯了，殊不知你其实是在做亏本买卖，只是为了完成师傅交代的任务。如今你已经连续出了1个星期的摊，都没卖出去1个包子。正当你感叹今天又是白忙活的一天时，耳边却传来一阵嘈杂声。有粉丝说，这巷子里有个小吃摊儿，居然敢卖1万块1个的包子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，什么包子敢卖1万块钱。闻言，你抬眼看去，就看到了一个胖子正站在摊位前。只见他仰头看了眼招牌，然后问道：“小老板，你这包子里是有龙肉啊，还是吃了能长生不老？这包子凭什么敢卖1万块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回答道：“你吃了就知道为什么了。”哦，有脾气，敢这么嚣张的人，一般都是有点本事的。那老板，你给我来一个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看向了他，你确定？当然确定了。怎么？你还怕我不给你钱啊？我淡淡看了他一眼，你要是懂行，就不会不付钱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！放心，不管好不好吃，你公示了价格，我就按菜单价格买单。要是踩雷，我自认倒霉。我没再多说，只是点点头，然后将一个蒸笼推到胖子面前。至尊蟹黄汤包，请品尝。堂姐把手机镜头凑到了最近，来，家人们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说完揭盖，只见里面只有一只半透明的琥珀色包子，透过面皮甚至能清晰的看到里面金黄色的汤汁在微微晃动，而在那金色的汤汁中心，一团绯红色的蟹肉若隐若现，宛如一颗跳动的心脏。包子顶端足足有36道褶皱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鱼嘴微张的形状，却没有露出一丝热气。堂姐和直播间的观众都被眼前的包子惊呆了，这不是食物，这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。这皮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怎么感觉像气球一样透？哼，卖相倒是不错，搞不好是用什么胶水化学剂合成的吧？现在的科技与狠货多的是。说着就要伸手拿起来品尝，我连忙阻止，然后取出一根极细的麦秆，又拿出一个白瓷小碟，小心翼翼将包子拖到了堂姐面前。先开窗，后喝汤，一口吞，满嘴香。记住，你有3分钟的时间，3分钟后，汤汁的温度会下降到65度以下，鲜味会折损30%，那时候它就是垃圾。堂姐白了我一眼，这么邪乎。说着，她将麦秆轻轻插向包子顶端的那个鱼嘴，就在麦秆刺破面皮微小缺口的瞬间，一股无法形容的霸道香气瞬间从那个针尖大的小孔中喷涌而出。刹那间，堂姐感觉自己的天灵盖仿佛被砸开，那股香气顺着鼻腔直冲脑门，瞬间击穿了她的理智防线。她的口水已经不受控制的疯狂分泌，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原本还在指指点点，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。什么味道？好香！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人群开始骚动，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堂姐手中的包子。堂姐此时已经顾不上直播了，含住了那根麦秆，猛地一吸，金色的汤汁顺着麦秆涌入口腔，滚烫、鲜美、极致。在这一瞬间，堂姐仿佛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金蟹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挥舞着双前，看到了一望无际的雪域高原上，刚出土的松茸带着露珠，看到了江南烟雨中风坛30年的酒窖被缓缓打开。堂姐感觉自己全身的毛孔都在这一刻炸开了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席卷全身，让她忍不住想要跪下来膜拜。直播间见到堂姐这表情，心中升起了浓浓的疑惑：杰哥你怎么了？说话是不是很难吃？主播被毒哑了吧？堂姐没有理会弹幕，她扔掉麦秆，将剩下那只还裹着满满蟹肉的包子一口吞了下去，薄如蝉翼的面皮在舌尖融化，紧接着是满嘴流油的蟹黄颗粒感，松茸的爽脆，花雕的余韵，多种口感在口腔中爆炸，演奏出一曲宏大的交响乐。堂姐闭着眼睛，2行清泪竟然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吃完了，把盘子放下，别把口水滴在我的摊位上。堂姐猛地睁开眼，老板还有吗？不管多少钱，我都要了。我摇摇头，每人限购1个，今日限量，已售罄。堂姐急了，那极致的鲜味仿佛让她失去了理智。大师，我出10万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你这手艺不能埋没啊！再给我做一个吧，求求你了！我没有丝毫动摇，直接收摊回家。而堂姐此次的探店直播也瞬间火爆全网。不过堂姐那痴迷成瘾的模样，却引起了市场监管局的关注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试炼，奖励身体素质强化2倍，奖励传说厨具永灵刀碎片。我握了握拳，看着自己手中的力道，眼中闪过一丝金芒。这样的话，那道菜或许可以尝试了。第二天，我向系统兑换了3份至尊包子原材料。当傍晚来到夜市时，我的摊位前已围满了近1000人，有过来直播蹭流量的，有好奇包子真假的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刚到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阵谩骂：滚出夜市！奸商！1万块一个包子，你怎么不去抢？都给我住手！一声暴喝响起，堂姐像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冲到我面前。你们懂个屁！没吃过就闭嘴！这包子值这个价！全场哗然，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变成了问号海洋。杰哥被夺舍了，绝对收钱了，实锤了！我没理会这些喷子，而是拿出一个招牌：至尊蟹黄汤包1万块一个，今日限量3个，每人限购1个，必须当场食用。呵呵，加量了，看来是想趁着热度捞一笔大的跑路啊！老板，给我打包，我全要了！我目光扫过堂杰那因为焦急而充血的眼睛，摇摇头：你昨天吃过了，美味不可贪多，你的身体和味蕾还需要24小时来消化昨天的余韵，今天不卖你。
老板，别啊！我快馋死了，求你了，给半个也行啊！这一幕再次让众人傻眼，送上门的钱不要，这欲擒故纵玩的也太溜了吧！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传来一个傲慢的声音：“装神弄鬼！”来人正是江城有名的富二代赵括。这3个包子，本少爷都要了。不过，我不是用来吃的，我是买来喂狗的。我要让大家看看，这1万块的包子，连狗都不稀罕吃。说着，他吹了个口哨，车里跳下来一只凶神恶煞的罗威纳犬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和叫好声。赵少牛逼，太解气了，就是要这样打脸，看着老板怎么下台。拿上你的钱，滚！赵括愣了一下，随即大怒：“你敢叫我滚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信不信老子把你的摊子砸了？我就……”丁检测到恶意挑衅，触发支线任务：食神的威严。任务要求用绝对的美味让挑衅者跪下唱征服。任务奖励：失传川菜鸡豆花食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出手按在了蒸笼盖上。原本你不配吃我的东西，但既然你想喂狗，那就让你的舌头告诉你，你自己连狗都不如。说罢，猛地揭开笼盖。这一次我没有刻意压制香气，经过1夜的系统强化，这3个包子的香气浓度是昨天的3倍。在揭盖的瞬间，那霸道至极的蟹黄鲜香化作实质般的风暴，席卷方圆百米。原本狂吠的罗威纳犬突然夹住了尾巴，竟然直接趴在地上，对我做出了臣服的姿态，口水瞬间打湿了地面。而离得最近的赵括，那张嚣张的脸瞬间僵住了。香，太香了！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，除了呼吸那股香气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身边的那个网红美女更是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眼神迷离。赵括颤抖着手，不受控制地伸向了蒸笼，他的大脑在尖叫：吃掉它，不吃会死！想吃吗？3万块只配闻个味儿，想吃，叫爸爸。赵括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他在挣扎，但那股香气像是有生命一样，瞬间瓦解着他的意志。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爸爸，给我吃一口吧，求你了！全场死寂，乖，吃吧。我将包子推到他面前，记住，你只有3分钟。现在的口感是100，每过1分扣10分。赵括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张开大嘴，一口咬了下去。滚烫的金汤在口腔中炸裂，赵括瞬间瞪大眼睛。这一刻，他感觉自己灵魂得到了升华。这哪是什么包子，分明是把山川湖海、岁月时光统统揉碎，包进了一层薄薄的面皮里。赵括嘴里塞满了食物，发出含混不清的呻吟，甚至没察觉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。他伸出舌头，不顾形象的疯狂舔舐着托盘残留的一滴蟹油。直播间炸了，这绝对是剧本。赵少都跪了，这出场费得多少？我不信，除非让我吃一口。你们看赵括的表情，那种微表情是演不出来的，他是真的想迷糊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此刻的赵括仿佛着魔一般，猛地抱住我的大腿。爷爷，我还要，我出100万把那2个都卖给我吧！就在这时，一群穿着制服的人走了进来，领头的一个中年男人严肃地掏出证件：“我是市场监管局张铁面，谁是摊主？我们怀疑你的包子含有致幻药剂，请配合我们取样调查。”人群瞬间炸锅了，绝对加了罂粟壳或者新型致幻剂。完了，这小老板要进去踩缝纫机了。赵括这时候也回过神来，反而挡在我面前：“捡什么捡？老子乐意跪！这包子没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化验了才知道。让开！”赵括还想说什么，我却伸手把他拉到了身后，请便。我侧过身让出了身后的蒸笼，一名检验员戴上无菌手套，打开采样箱，取出专业的食品分析仪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蒸笼里取出一只蟹黄汤包，放在无菌托盘上。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，那包子晶莹剔透，皮薄的能看到里面流动的汤汁，甚至能看到蟹黄颗粒的纹理。检验员拿出一把手术刀，准备切开取样。我突然开口：“慢着！”张铁面目光如炬：“怎么心虚了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指了指那把手术刀：“你的刀太钝，会破坏面皮的纤维结构，挤压汤汁，影响检测精度。”说着，我掏出一把薄如蝉翼的柳叶刀：“我来切，你们采样。”张铁面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我走上前，手起刀落，包子从中间一分为2，却并没有坍塌。下一秒，一股金黄色的汤汁顺着切口缓缓流淌而出，铺满了洁白的托盘，伴随着汤汁流出的一股比之前浓烈10倍的香气，让首当其冲的执法队员们眼神一致。张铁面也是脸色一变，这味道太纯正了，完全不像是有化学添加剂的那种刺鼻香精味。检验员迅速用试纸和探针沾取汤汁，放入快速分析仪中。3分钟后，检验员看着检验报告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结果出来了。”张铁面沉声道：“有没有罂粟壳？有没有增味剂？”报告：违禁成分检测全阴性，无罂粟碱，无工业色素，无化学增鲜剂，无防腐剂。人群一片哗然，真的没加料？那怎么可能这么香？因为这食材成分数据太吓人了，其中蛋白质含量极其纯粹。经比对，这是纯度高达99%的六月黄蟹膏，还有这个挥发性芳香物质是30年陈酿的花雕酒，甚至还有微量的极品松茸。检验员猛地抬起头：“老板，你这一锅汤难道全是蟹黄、松茸和30年的老酒熬出来的？你哪怕加滴水，这数据都不可能这么稠！”全场震惊，全是蟹黄不加肉，那得多少螃蟹？
30年的花雕，那玩意儿一斤就得几千块吧？还有松茸。张铁面拿过数据单，反反复复看了3遍。眼前这个年轻人用做化学实验的精度在做一只包子，这1万块钱包子不仅不是暴利，甚至可能是亏本的。我淡淡的补充道，面粉用的是核桃平原的雪花粉，只取麦芯最中间的5%，揉面用了3个小时，醒面2次，它的厚度是0.5毫米，误差不超过0.01毫米。张铁面沉默了，在这个充斥着预制菜、科技与狠活的时代，竟然还有人愿意花这种笨功夫去死磕一道传统点心。张铁面环视4周，大声宣布，经现场检测，该摊位食品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，而且这包子货真价实。随着张铁面这句话落下，全场炸了，这是真实神！我就知道杰哥不会骗我们，老板我也想买，我也想跪着吃。面对众人的欢呼，我却摆了摆手，今天的包子卖完了，明天包子下架，推出新品，一道吃鸡不见鸡的菜，售价888元。说完，我不顾身后炸裂的议论声，推起小车消失在夜色中。而这次由于有官方出面认证，我的小吃摊彻底火爆全网，一夜间全国各地吃货奔赴现场，对那道神秘新品无限遐想。清晨，我向系统兑换了鸡豆花的顶级食材，将其制作了出来。傍晚红尘夜市，因为有文旅出面维持秩序，虽然人比昨天多几倍，但大家都井然有序。我推着鸡豆花餐车进入摊位，然后拿出新招牌，功夫鸡豆花888块一碗，今日限量10碗。备注：这不是豆腐。看到备注，众人纷纷疑惑，不是豆腐，那是什么？看着就像豆腐啊，清汤寡水的。8888买碗豆腐汤，老板你是真的飘了啊！而我的头号迷弟唐杰却大声喊道：左大师出品，必属精品！你们这群凡夫俗子懂什么叫大道至简吗？就在这时，人群中挤出一个穿中山装的老者，第1个名额我要了。来人正是江城美食协会的会长唐杰，赶紧让开位置。刘老，您也来凑热闹。刘老走到摊位前，目光在那锅清汤上停留了许久，眼神逐渐变得凝重。年轻人，这汤是你扫的？我点了点头。3扫3清。3扫3清。刘老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种宫廷御膳的技法早就50年前失传了，现在的国宴大厨顶多也就做到2扫，你才多大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拿起勺子盛了一碗，递给刘老，请。刘老双手接过，先低头闻了闻，没有任何调料味，只有一股纯粹到极致的肉香，然后轻轻舀起一勺豆花送入口中。下一秒，刘老的眼睛猛地睁大，那豆花入口即化，瞬间化作一股浓郁鲜美的肉汁，顺着喉咙滑了下去。那口感嫩滑如丝，细腻如汁，明明看起来是豆腐，吃进嘴里却是最顶级的鸡肉味，没有一丝腥气。吃鸡不见鸡。刘老放下碗，眼角竟然湿润了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突然深深的鞠了一躬。刘老声音哽咽，老朽活了70岁，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道菜了，没想到竟在一个夜市摊上重逢。年轻人，这一碗别说888，就是8888也值，这是真正的国粹啊！刘老的一番话，全场震惊。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，鸡豆花被抢购一空，每一个吃下第一口的人，无不陶醉其中。这哪里是豆腐，这全是肉啊！看着这一幕，我轻轻吐出一口气。借着这道鸡豆花国粹，我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网红小贩，而是文化传承人。可就在人群狂欢的时候，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内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冷冷地问身边的秘书：查清楚了吗？查不到，老板，他的食材好像是凭空出现的，没有任何供应商记录。李森冷笑一声，不管他是谁，这配方我要定了。另一边，我刚准备收拾摊位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解锁新挑战，资本的围剿。任务目标，在食材断供的情况下，用最普通的食击败顶级大厨。看着任务面板，我玩味一笑，有点意思。此时唐杰正像个尽职的保洁员一样，帮我收拾着碗筷，嘴里还在喋喋不休：左哥，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帮人的表情，跟吸了毒似的。明天咱们能不能多卖点？我摇摇头，量大则烂，无论多少，我的规矩不变。明天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一个浑厚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：明天你恐怕卖不了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李森，味觉轩集团董事长。我眉头微微一皱，有事？李森指了指小推车，你这手艺不错，我想跟你谈笔生意。没兴趣。我转身就要收摊。500万。李森没有废话，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了。见我脚步未停，李森嘴角上扬，外加味觉轩集团首技术顾问的头衔，年薪100万，齐全另算。你只需要把蟹黄包和鸡豆花的配方完整的交给我，并录制教学视频即可。直播间瞬间炸了，500万，一步登天啊！味觉轩那可是上市餐饮巨头。李森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你的技术加上我的资本和渠道，我们会把左氏汤包开遍全国，到时候你就是亿万富翁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嘲讽一笑：那你打算卖多少钱一个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们会通过中央厨房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，用普通蟹粉代替顶级蟹膏，用冷冻鸡胸肉代替现杀活鸡，只要保留你那独特的调味配方，再加上一点食品添加剂模拟口感，我有信心把成本控制在5块钱以内，这将是暴利。闻言我脸色一冷，用垃圾食材配上化学药剂，打着我的旗号去骗钱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逼近李森，这不是骗，这是商业。李森不悦的皱眉，我摇了摇头，看来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在我的眼里，食物是神圣的，它承载着厨师的灵魂和食客的信任。你这种人不配谈味觉2字，别说500万，就是5个亿也不卖。说完便推车离开了夜市。左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从明天起，我看谁敢卖给你1颗菜。警告：检测到宿主遭遇资本全面封锁，主线任务更新，绝地反击。在无法获取高端食材的情况下，利用最普通的平民食材，在正面 PK 中击败味觉轩的顶级团队，解锁新技能炼金之火。
可激发普通食材的潜在灵性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我冷笑一声。风沙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厨神手段。第二天清晨，江城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，却发现所有的商家都躲着我，不肯卖我一道食材。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海鲜区时，发现市场角落里蹲着一个老婆婆，面前铺着一张破蛇皮袋，里面有些发蔫的青菜和一袋子有些受潮的陈米。这些在普通人眼里是垃圾，但对拥有厨神技艺的我来说，反而更适合做一道美食。小伙子，买菜吗？老婆婆看到有人停下，浑浊的眼中亮起一丝希冀。全要了。老婆婆愣住了，这米有点硬，只能做炒饭。对，就做炒饭。傍晚红尘夜市，我的摊位对面突然多了一座豪华的临时舞台，10几名穿着洁白厨师服的大厨一字排开，正在处理着空运来的澳洲龙虾、日本和牛、法国黑松露。李森拿着麦克风，一脸戏谑地看着对面。为了回馈江城父老，今晚味觉轩在此举办美食工艺鉴赏会，所有顶级料理统统免费试吃，无限量供应。人群沸腾了，免费的龙虾、鲍鱼，原本排在我摊位前的人瞬间跑了一大半。唐杰看着空荡荡的队形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左哥，他们这是恶意竞争啊！咱们今天卖什么？我没理会李森投来的挑衅目光，从车下搬出了那袋陈米和那一筐蔫了吧唧的小白菜。舞台上，李森看到这一幕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大家快看，我们的食神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？烂菜叶子、发霉的米，你是打算做猪食吗？围观的群众也愣住了，不是吧？真用这玩意儿？这也太寒酸了，跟对面的龙虾比，简直是乞丐啊！我充耳不闻，端起锅，猛火灶开到了最大，接着抓起一把陈米入水，快速搓洗沥干，然后打蛋，只取蛋黄，10颗土鸡蛋的蛋黄被打入米中，快速搅拌，每一粒米都被金黄色的蛋液360度无死角包裹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包银技法。但在我的手中不仅仅是包裹，而是渗透。接着我单手抓起那口足有20斤重的大铁锅，热油滑锅，蛋液裹着的米饭倾泻而入，轰！火焰瞬间腾起2米高，我的手臂快成了残影，疯狂地颠动，每一粒米饭都在空中飞舞，在火焰中穿梭。高温瞬间锁住了蛋液的鲜香，逼出了陈米内部的沉腐之气，将其转化为一种类似于锅巴的焦香。原本发暗的米粒，在这一刻竟然开始发光。那是什么？对面正在啃龙虾的人停下了动作，紧接着是味道。如果说之前的蟹黄包是咸，鸡豆花是纯，那么这一锅炒饭就是烟火气，好香啊！这味道比龙虾还要香。我没有停，最后一步。我抓起那把蔫了的小白菜，切碎，放入锅中，仅需3秒，利用米饭的高温余热，瞬间断生，保留了极致的脆爽和清甜。出锅，我大喝一声，铁锅猛地一扬，一道金色的瀑布从天而降，精准地落在案板上的10个白瓷碗中，每一碗都堆成了一座金字塔，米粒金黄如素，颗颗分明，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油光，翠绿的菜碎点缀其间，宛如翡翠镶金。热气腾腾而起，在空中形成了一朵蘑菇云般的香雾，竟然压过了对面味觉轩几10道大菜的味道。我放下锅，拿起木牌重重地挂了上去。黯然销魂黄金炒饭，售价188一碗，今日限量10碗，全场死寂了1秒。这免费的龙虾突然就不香了，我想吃那个饭，那饭在发光啊！让开，我要买，188太便宜了，给我来1碗。那个之前拿到了免费澳洲龙虾的年轻白领，此刻正蹲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，呆呆地看着手里吃了一半的龙虾。就在刚才，他有幸抢到了最后1碗炒饭。当那颗被蛋液完美包裹、炸裂出焦香的陈米在舌尖跳舞时，他手里这只原本觉得鲜美无比的龙虾，瞬间变成了一块毫无灵魂的橡胶。这才是饭，这是小时候外婆灶台上的味道啊！与此同时，李森在豪华舞台上咬牙切齿，那明明是一袋发霉的陈米，凭什么能做出这种味道？这时，秘书拿着平板电脑战战兢兢地走过来，李总，网上的舆论控制不住了。李森一把夺过平板一看，热搜榜已经被屠榜了。左封神之战，陈米烂菜吊打澳洲龙虾，资本想喂我们吃屎，食神教资本做人。评论区里网友们的嘲讽如同海啸。李森气得猛地将平板摔在地上，封杀，继续封杀。我看他那袋陈米能撑几天？没用的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舞台后方的阴影里传来。李森慌忙站起身，师傅，来人正是江南厨艺界的泰斗，南厨神周通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就把味觉轩的招牌砸光了，用资本压人、断人食材，最后还输得这么难看。李森，我教你的厨德，你都就饭吃了吗？李森冷汗直流。师傅，是他，是那个左，他有妖术，那炒饭里肯定放了违禁品，不然不可。住口！刚才那碗饭我也尝了一口。周通闭上眼睛，仿佛在回味那股味道。炼气化神点石成金，那是失传已久的火功极致，能把陈米炒出恶气的魂，把烂菜激发出双糖的甜。这个年轻人不简单。李森急了，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看着他骑在我们头上拉屎？师傅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啊！周通深吸一口气，技不如人，输了不丢人，丢人的是输了还不认账，搞些下三滥的手段。既然是厨师之间的恩怨，那就用厨师的方式解决。去把这个给他。3日之后，我要在云顶天宫摆位，赌上我这把老骨头和味觉轩的100年招牌。师傅，您要亲自出手？
好久没遇到这么有趣的对手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是真的天纵奇才，还是偷学了什么旁门左道。收摊时分，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测到宗师级人物介入，主线任务升级，食神的试炼，接受挑战，并在正面对决中击败男厨神周通，获胜奖励解锁 S 级食材空间，失败惩罚剥夺双手。我心中一惊，这系统玩得越来越大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徒弟，双手捧着那张黑色的战帖，恭敬地递到我面前。左先生，家师周通邀您3日后一战，计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告诉周老，我不斩无名之辈，但他有资格做我的垫脚石。闻言，年轻徒弟脸色一变，转身离去。转眼3天已过，我和男厨神的巅峰对决已经燃爆全网。此时云顶天宫坐满无数大厨，舞台中央，周通穿着一身绣着金龙的黑色厨师服，腰间挂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皮套，里面插满了各式厨刀。几个服务员推着2辆餐车走了上来，只有2盆水以及2块内制豆腐。周通指着豆腐缓缓说道：华夏烹饪，刀工为魂，一道菜做得好不，火候是肉，刀工是骨。今天咱们不比味道，只比刀。题目：文思豆腐。听到这4个字，在场的行家们倒吸一口凉气。文思豆腐，这是淮扬菜中刀工的巅峰，要求将一块细软易碎的内制豆腐切成头发丝那么细，而且不能断，不能碎，放入水中要像云雾一样散开，根根分明。这不仅考验眼力、手力，更考验心力。周通竖起2根手指：我有2个条件，第一，要在3分钟内完成；第二，我们要蒙眼。全场彻底炸锅了，这哪里是比厨，这是比武侠小说里的听声辨位吧。触发临时挑战，刀锋之舞，在对决中切出的豆腐丝数量超过周通，且粗细误差不超过 0.01 毫米。辅助技能，心眼已开启。我心中一喜，可以，不过要加个彩头，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你那一缸封存了50年的秋油。周通脸色微变，动了真火。好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的手。一言为定。工作人员上前，用黑布死死蒙住了2人的眼睛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开始。周通手中的玄铁大刀高高举起，重重落下，却在接触豆腐的一瞬间变得轻柔无比。一阵密集的多切菜声响起，快得连成了一条线。而另一边，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手里握着柳叶刀，仿佛睡着了一样。观众们急得冒汗，他在干什么？吓傻了吗？就在时间过去了1分钟的时候，人们忽然看到了一道银色的光幕笼罩在那块脆弱的豆腐上，却没有声音。全场震惊，刀锋入肉无声，离岸无痕。这是传说中只有把力量控制到分子级别才能做到的境界。周通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，切菜的动作微微一滞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他听不到对手的声音，这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停！3分钟到！裁判大喊一声，2人同时收刀，黑布揭开，案板上2块豆腐依然保持着原样，看起来就像没切过一样。这就是文思豆腐的最高境界，形散神不散。垫菜，周通自信满满。工作人员端来2盆清水，周通拿起自己的豆腐往水中一放，豆腐入水，瞬间散开，宛如一朵盛开的白菊。成千上万根豆腐丝在水中飘荡，细如发丝，根根分明，没有一根断裂，神乎其技。不愧是男厨神，太完美了，这根本就是艺术品。现场掌声雷动，周通也抚须微笑看向我：年轻人，到你了。我面无表情，将豆腐随手往水里一扔。当那块豆腐落入水中的瞬间，全场窒息了。那是雾，比周通的还要细，细到了肉眼几乎无法分辨的地步。它们散开在水中，瞬间消失了踪影，只让那盆清水变得稍微浑浊了一点点乳白色。李森忍不住嘲讽道：切碎了，都化成渣了，都化成渣了。周通脸色大变，猛地扑到那盆水前，大吼道：闭嘴，拿灯来。聚光灯打在那盆水上，人们终于看清了，那不是渣，也不是浑水，那是数以万计的，比蚕丝还要细10倍的豆腐丝，甚至粗细都完全一样。周通猛地抬头，眼中充满了惊恐和不可置信。你在那1寸的豆腐上切了108刀，普通文思豆腐1寸切30刀已是高，即便是周通也只切了60刀。我淡淡的收起柳叶刀，承让，记得把秋油送到我摊位上。说完便转身就走。周通突然喊住了我：慢着，这一局老夫输了。但是刀工只是基本功，真正的胜负在于味道。明晚还是这里，我要跟你比百鸟朝凤。随时奉陪。此时魏觉轩的地下冷库里，周通眼神痴迷地看着冷库中央一个恒温玻璃房里的鸡，此鸡通体羽毛呈现赤金色，它的冠子赤红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而它正在啄食的食物竟是切碎的人参和冬虫夏草。李森瞪大了眼睛：这是赤炎金凤？不错，这是我花了10年时间从原种红腹锦鸡和顶级清远鸡杂交提纯出来的品种。它喝的是山泉，吃的是药草，听的是古琴。它的肉自带异香，它的骨色如红玉。李森看着那只神俊非凡的金鸡，心中狂喜，师傅英明，这一次他死定了。与此同时，江城郊外，一个老农对你摆摆手：小伙子回去吧，俺们这村里的都被城里的大老板高价订走了，说是要统一销毁，一只不留。大爷，我就看一眼，如果有那种特别的，我出双倍。老农乐了，鸡能有啥特别的，还能变成凤凰咋地？说话间，2人走到了村头的一处破败的鸡舍前，我的目光扫过空荡的鸡舍，刚想转身离开，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微弱但极为坚韧的生命磁场，方向东南角废弃磨盘后。我连忙来到磨盘后，这里蜷缩一只丑陋至极的独眼公鸡，它身上的羽毛几乎掉光了，露出了紫红色的皮肤，周身布满了纵横交错的伤疤。老农嫌弃地走过来：哎呦，这温丧还在呢，
这只鸡是个怪胎，从小就凶，跟狗打架，跟黄鼠狼拼命。前天城里人来收鸡，它飞起来啄瞎了那人的眼，人家不要它，还踹断了他一根骨头。俺以为他早死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眼中却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。大爷，这只鸡我要了。回家后，我向系统兑换了一支微量洗髓法骨液，然后将其倒入清水中，接着开始给这只老公鸡擦洗身子。随着温热的药液渗入，老公鸡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我手中的银针飞快地刺入鸡身的各个穴位，帮它疏通那淤积了多年的气血，从而激发它体内潜藏的生命力。凤凰涅槃，必先经受烈火。明天我会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潦草外表下的绝世灵魂。决战之日，竟引起了官方高端重视，不仅全城的媒体都来，甚至连国家电视台都进行了现场直播。同时，评委席都是国际顶尖美食评论家。主持人激情澎湃地介绍道：“今晚的主题，百鸟朝凤，有请参赛选手进场。”左侧通道，周通提着一个精致的水晶龙缓缓走出，全场惊呼：“天啊，那是什么鸡？好漂亮！这就是传说中的赤炎金凤，听说吃一口能延年益寿，光这食材就赢了一半啊！”右侧通道，我提着独眼伤疤老公鸡走出，全场死寂。李森坐在台下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这是哪里捡来的叫花鸡？太磕碜了吧！而周通看着那只丑陋的鸡，眉头却微微皱起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只鸡有点不对劲。比赛开始，限时2个小时，铜锣敲响，周通瞬间进入了状态，他干脆利落地将赤炎金凤处理得干干净净，露出了如同白玉般晶莹剔透的鸡皮，紧接着拿出鸽子、鹌鹑、鹧鸪、斑鸠，足足9种禽鸟。他没有整治烹饪，而是展现了神乎其技的刀工，整禽脱骨，刀光闪烁间，一只鸟的骨头被完整剔除，皮肉却完好无损。然后将这9种鸟肉分别剁成肉泥，加入不同的调料，团成了一颗颗精致的鸟形肉丸。紧接起火，架起一口巨大的铜锅，里面翻滚着的是他熬制了3天3夜的鼎汤。赤炎金凤被放入锅中央，周围环绕着99颗鸟形丸子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一股奇异的香气开始在会场弥漫，既有药草的清香，又有肉质的醇厚，仿佛置身于百花盛开的山谷之中。评委席上的法国大厨皮埃尔忍不住闭上了眼睛，好香啊，这是天堂的味道。我仿佛听到了鸟的歌唱。此刻周通的锅里仿佛升腾起了一层金色的雾气，那些翻滚的丸子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仿佛真的化作了一只只飞翔的小鸟，围绕着中央那只金红色的凤凰盘旋飞舞。视觉与嗅觉的双重冲击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如痴如醉。反观我这边，画风突变，我正在玩泥巴。我从袋子里倒出了一堆带有一种特殊的土腥气的黄河古道，并且我处理老公鸡的方式更是简单粗暴，没有拔毛，直接开膛破肚，塞入了一把不知名的野草和香料，然后直接用黄泥把整只带着毛的鸡呼了起来。观众们看着我的做法纷纷疑惑，这是叫花鸡做法吧？可连毛都不拔，这能吃吗？我充耳不闻，将那个巨大的泥球放在案板上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瓶烈酒，含在嘴里，猛地喷向那个泥球，紧接着打了个响指，一簇蓝色的火焰在我指尖跳动，技能发动，炼金之火，效果以气御火，内外交攻，温度瞬间可达1000。轰！整个泥球瞬间被蓝色的烈焰吞没，我并没有停手，双手在火焰中穿梭，不断的拍打着泥球，每一次拍打都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，泥球在火焰中旋转变化发红。观众们看傻了，他在干什么？打铁吗？1个小时50分钟过去，周通那边率先完成了。随着盖子揭开，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巨大的白瓷盘中，赤炎金凤昂首挺立，色泽红润油亮，99颗鸟形丸子众星捧月般围在四周，香气瞬间引爆全场。请品鉴。周通自信满满，5位评委迫不及待地动筷子。刘老夹起一颗小鸟送入口中，瞬间他的表情凝固。这是鸽子肉，里面包着鹌鹑蛋，还有松露，太嫩了，入口即化，这汤先掉眉毛啊！法国大厨皮埃尔更是夸张地举起双手 ，Oh my god， 这就是东方的魔法！我给了满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。此时比赛时间还剩下1分钟，我面前只剩下一个烧得焦黑的土疙瘩，这就完了，一坨石头。左认输吧，别丢人了。我没有理会周围的嘲笑，将焦黑的石头放在了那个精致的白瓷桌上，请品鉴。刘老皱着眉头，这能吃吗？我抬起头介绍道，真正的凤凰不是生来就光鲜亮丽的，而是在烈火中焚烧，在泥泞中挣扎，剥去所有的羽毛，褪去所有的虚妄，只为了那一刻的绽放。我举起手中的刀柄，猛地敲击在那块焦黑的泥壳上，咔嚓一声清脆的裂响，一道刺目的白光顺着那道裂缝猛地刺破了黑暗，紧接着是第2声、第3声，每一道裂纹里都透射出一种刺目纯净的白光。这是什么光？我要瞎了！这真的是菜吗？嚯！我低喝一声，手中的柳叶刀轻轻一挑，所有的光芒收敛，化作一层柔和而神圣的辉光，笼罩在案板凤凰表面。那只秃毛瞎眼的温鸡，此刻褪去了羽毛和表皮之后，它的肉身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玉白色。紧接着，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热气腾空而起，最后竟然隐隐形成了一只昂首振翅的飞鸟形状。这是气成龙凤，只有将食材的魂完全激发出来，才能产生的究极异象。周通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，不可思议说道：“这是失传300年的巨气成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我没有回答，拿起刀轻轻在鸡身上划了一刀，露出了里面粉嫩如桃花般的肉质，以及那股霸道至极味道，轰然席卷全场，瞬间就将周通那道菜的香气吞噬得干干净净。此刻只剩下一种味道，涅槃。我伸出手微微一笑，请品鉴。法国大厨皮埃尔迫不及待地撕了一块鸡胸肉放入口中，瞬间他整个人如遭雷击，那一瞬间他仿佛变成了一只鸡。他看到了自己破壳而出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他看到了自己为了抢夺一条虫
被同类灼得头破血流。他感受到了断骨剧，感受到了瞎眼的黑暗，更感受到了活下去的渴望、苦难、挣扎、战斗、不屈，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味蕾上爆炸般的鲜美。那是生命力的味道，那是燃烧灵魂的味道。不知不自觉间，皮埃尔竟嚎啕大哭起来。我不配吃他。刘老更是老泪纵横。凤非梧桐不弃，那只不过是贵族的宠物罢了。真正的凤凰是在烈火中重生的斗士。这只鸡，它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活得更像个英雄。全场震撼，看着评委们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，却又疯狂地往嘴里塞肉，甚至有人开始舔盘子上的泥渣。不需打分，胜负已分。周通缓缓闭上了眼睛。我输了，输在太想赢，却忘了食材的灵魂。年轻人，你赢了，你是真正的食神。拿刀来。徒弟吓傻了。师傅，你要干什么？愿赌服输。我说过，输了这只手归他。周通一把抢过那把玄铁菜刀，对着自己的左手就要狠狠剁下时，一点寒芒破空而至。周通菜刀脱手飞出，你的手留着吧，剁了太可惜，以后没人给我做秋游了。周通愣住了，你不恨我？我是个厨师，不是屠夫，而且厨师的手是用来拿刀做菜的，不是用来还债的。你的债用那一缸秋油抵了。另外，我看了一眼旁边早已吓得面无人色的李森，这个人太吵，以后别让他出现在我面前。周通深吸一口气，对着我深深一拜，谨遵食神法旨。当晚我再度火爆全网。决战之后的第3天，我来到系统奖励我的神秘店铺位置，这是一栋荒废了几10年的小洋楼。系统，你确定这是奖励，不是惩罚？这地方看着像鬼屋啊！回宿主，此地乃江城龙脉之眼，只是因长期无人镇压，灵气化煞，正适合宿主在此开宗立派。任务发布：开宗立派，清理并修缮店铺，1个月内正式开业。备注：小心这里原住民。我嘴角一抽，推开沉重的木门，一股霉味混合着灰尘扑面而来。在大厅的正中央，竟然摆着一口棺材。我冷笑一声：这就是你说的原住民？突然，一个悠悠的女声传来：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抬头，只见2楼的栏杆上坐着一个穿着红旗袍的女人。这是我的店，你的店。红衣女人咯咯笑了起来。这20年来，拿着这张纸进来的人有8个，3个疯了，2个跳楼了，还有3个还在那孔棺材里躺着呢。你是第9个，小帅哥，你的肉看起来挺好吃的。我没回应，反而鼻子微微抽动了一下，皱了皱眉。你身上的味道怎么怕了？是尸臭味吗？女人飘了下来，那张惨白的脸几乎贴到了我鼻尖。我摇了摇头，一脸嫌弃，不是劣质腌制的味道。还有你这旗袍是化纤的吧？进店吸了好多灰。另外那口棺材里的粽子放太久了，发霉了。你是想做腊肉吗？红衣女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你看得见？我不仅看得见。说完，突然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女人纤细的手腕。掌柜的，我不打女人，但如果你挡着我开店，一簇蓝色的炼金之火猛地腾起，女人发出一声尖叫，飘退了3米远。这是3昧真火。你是道士？我拍了拍手上的灰。我是厨子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归我管。那口棺材给我搬出去劈了当柴烧。至于你长得还行，会端盘子吗？与此同时，京城一座戒备森严的4合院内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正看着手中平板上我凤凰涅槃的视频回放。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阴影中一个黑衣人低声汇报，此人叫佐佐，江城人，祖上似乎是御膳总管的后人。中年人放下平板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。那个当年带着御膳全书下半部叛逃出京的叛徒，正是。中年人站起身，有意思，御膳全书失踪了60年，没想到竟然在一个夜市摊主身上现世了。既然聚气成型都出来了，那传说中的长生宴恐怕也不远了。中年人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与杀意，传令下去，让黑暗料理界的那帮疯子去试探他。如果他真有那本书，不惜一切代价抢过来。另一边，我忽然打了个喷嚏，谁在念叨我？我揉了揉鼻子，看着眼前正在乖乖擦桌子的红衣女鬼红袖。老板，这桌子擦干净了。红袖委屈巴巴地说：那边那口棺材赶紧劈了，今晚我要是菜。我走进满是灰尘的厨房，这一次不仅仅是做菜，我还要打造一家连接阴阳的深夜食堂。2天后，原本破败的小楼已经焕然一新，门口黑檀木牌匾上写着长生楼3个字。此时是深夜11点，老街却被堵得水泄不通。堂姐举着手机，看着水友们的讨论，不由得浑身一颤。这就是秦神的新店吗？听说是全城最有名的凶宅啊！以前有人进去探，被吓疯，怕什么？有秦神在，阎王爷来了都得排队吃饭。随着沉重的木门缓缓打开，一股奇异的异香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鼻子，闻一口，仿佛灵魂都要飘出体外。请进！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。堂姐咽了口唾沫，带着直播间200万观众，壮着胆子跨过了高高的门槛。一进门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只见大厅的正中央那口棺材还在，只不过被改造成了吧台。黑色的棺木上摆放着各种精致的酒具和食材。我就站在棺材后面，穿着一身黑色的改良汉服，正在擦拭一只夜光杯。堂姐颤颤巍巍地说道：左哥，你这装修风格有点阴间啊！吃饭本就是祭祀5脏庙，阴阳流转，生死同席。坐。堂姐刚想找个位置坐下，突然她感觉脖子后面一凉，一只苍白的玉手端着一杯茶，凭空出现在她面前。客官，请用茶。堂姐僵硬地转过头，只见一个穿着红旗袍的绝美女子正悬浮在半空中，没有双脚，对着她露出一个标准的职业假笑。
鬼啊！唐杰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，整个人弹射起步，差点跳到桌子上。门外的食客们也吓得尖叫连连，转身想跑。红袖，别吓唬客人！落地，红衣女鬼委屈的应了一声，飘忽的身影瞬间凝实，双脚踩在了地板上。她收起那副鬼气森森的样子，翻了个白眼，切，胆小鬼！老板说了，这叫全息投影技术，懂不懂高科技？全息投影。唐杰惊魂未定地摸了摸胸口，又仔细看了看红袖，原来是高科技啊！卧槽，左神牛逼！这3D 投影太逼真了，吓死爹了！不过这服务员小姐姐长得真好看。人群中的恐惧瞬间变成了兴奋，我轻轻拍了拍面前的棺材板，诸位，今晚只卖一道菜，菜名孟婆汤。全场哗然，孟婆汤喝了会失忆吗？老板别开玩笑了，那是死人喝的。我没有解释，随后从吧台下面取出系统空间里的忘川灵泉，水开之后，我抓起一把黑色彼岸花的根茎丢入水中，水瞬间变成了墨汁般的黑色。紧接着取出系统兑换的精灵蝮蛇肉，将其切成了蝉翼般的薄片。我低喝一声入魂，把肉片撒入黑汤之中。下一秒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黑汤在接触到肉片的瞬间，竟然开始褪去黑色，化为透明色，而那些肉片竟化作了一朵朵红色的彼岸花。一股无法形容的味道在大厅里炸开，酸甜苦辣咸5味杂陈，却又完美融合。红袖端着托盘，将一碗碗孟婆汤送到食客手中，每人1碗。喝完，前尘尽忘，今夜好梦。唐杰颤抖着手端起那碗汤，一口下去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在那一瞬间，忘却了所有的烦恼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那肉片入口即化，化作一股暖流，抚平了他灵魂深处所有的褶皱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！唐杰痴痴地笑着，我感觉我看到了太奶。不仅是他，现场所有的食客喝完之后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宁静。直播间的观众看傻了，怎么回事？集体中邪了？不会真有毒吧？我也想喝，我也想忘掉我的前男友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才是我想要的餐厅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，更是治愈灵魂。就在这时，红袖飘到我身边，老板，门外来了个怪人，他不排队也不进来，就站在那棵槐树下面盯着你看。我眼神一凝，抬头望向门外，只见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正静静地伫立在阴影中，直到我将店里最后一批客人送走，此人才缓缓进来。在下影煞，来自京城。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黑体令牌，放在了棺材上。看到这块令牌，一直没心没肺的红袖突然尖叫一声，躲到了我身后，瑟瑟发抖。老板，这人身上有煞，是专杀厉鬼的那种。我拍了拍红袖的手，示意他安心，遂拿起那块令牌。御膳房，大清都亡了，还在搞这套。影煞面无表情，大清亡，但规矩没亡。华夏厨艺界的天还在京城，你爷爷左啸天当年从京城带走了一样东西，那东西不属于他，把御膳全书交出，或者跟我走一趟。我不屑一笑，随手将令牌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我爷爷带走的东西就是左家的，想要让你们的主子自己来拿。影煞的眼神瞬间变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把漆黑的匕首出现在他手中，身形如鬼魅般冲向我。然而在被系统强化后的我面前，简直漏洞百出。我的右手燃起蓝色的烈焰，直接抓向了那把匕首，在接触到我手掌的瞬间，竟瞬间融化。影煞瞳孔巨震，刚想要后退，却被我左手扼住了喉咙。回去告诉那个老东西，不用他来找，我会去找他。既然京城是天，那我就去捅破这层天。说完，手一松，影煞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长生楼的大门上贴出了一张停业告示，此时一列开往京城的高铁商务座上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眼神深邃。红袖化为实体坐在对面，一边啃着鸭脖，一边含糊不清地问：“老板，咱们真的要去京城打架吗？听说那边厉鬼很多，道士也很多，很危险的。”危险！我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古书《御膳全书》。残卷，但这只是下半部，上半部就在京城那座深不可测的四合院里，危险才有意思。我合上书，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。江城的副本刷完了，该去见见那些所谓的神了。